1969年11月12日深夜凌晨1点，河南开封市革委会1号楼小天景院一间灯光微弱的简陋卧室内，房间墙角处的一张锈迹斑斑、不起眼的铁架床上，躺着一个身形消瘦的老头。他的手上握着一个已经被挤压成哑铃状的塑料水瓶，将近半尺多长，凌乱且稀疏的白发下是一张双眼紧闭且极度虚弱的面庞。如果不是偶尔还能听到他从喉咙里挤出微弱且痛苦的哀嚎和手上的塑料瓶被握紧时发出的声响，谁都不能分辨他是否还活着。这是他来到这里的第26天，卧室门口到唯一对外通道的小院门口，短短10几米的距离就布置了2道警戒线，并且昼夜24小时都有人在他的床前站岗盯梢。但是包括在外面院子里站岗的卫兵在内，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自从来了以后就没下过床的老头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们只是一直都用案犯来称呼他。而这一切其实是为了隐匿这个神秘老头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但在1年前，他已经被罢免了国家主席职务，他此时的身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级叛徒、内奸、公贼。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躺在秘密卧室的铁架床上，房间和院子里的警卫林立，但他此时最需要的不是警卫，而是一名能治病救命的医生。之前从北京跟随他一起来的医生已经被强行召回，现在派给他的只有开封本地几个经验尚浅的临时医生。就在1天之前，值班护士刚给这位发高烧的案犯量出了39摄氏度的体温，但由于被告知不能进行会诊，当地几个没经验的医生只能按照肺炎治疗。早已经奄奄一息的刘少奇病情已经急剧恶化，出现了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仍未改变，体温更是达 39.7 摄氏度。病痛的折磨让他再次处于昏死的状态。昏睡中的他脑海中闪过了3年前自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场景。那时的他还是堂堂的共和国主席，他站在共和国伟大的舵手毛泽东的身旁，接受着民众的热烈欢呼。而那时的他已经察觉到自己已被伟大领袖冷落。而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浪潮很快地席卷了刘少奇。病床上的刘少奇同样在脑海里闪过了自己当初被打倒批斗时的景象，狂热的红卫兵们曾一把抢过自己手里的共和国宪法，自己则被狠狠地抽大嘴巴，这些场景还历历在目。对于刘少奇，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他是如何被毛打倒的，作为被中共认定的建国后最大冤案，这方面的资料也非常丰富。但对于刘少奇被打倒后是如何一步步惨死的，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很多人也会好奇，毕竟刘还是一个国家主席，判的又不是死罪，是怎么被折磨致死的呢？到底是谁将他置于死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红朝最残储君刘少奇最后一天的故事。人相识，饿死这么多人，你我可是要上书的。这是在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对毛泽东说过的话。后来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也记述了这一幕。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识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持续。据刘源后来回忆，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
因而如释重负。其实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个会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识要上书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击中了毛的心病。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这让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寝食难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刘少奇这一心腹之患，发动文革的念头便由此而生。由毛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最终演变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几千万人直接或间接的也为这场饥荒而丧命。而这场饥荒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就蔓延到了中南海的深宫诸墙内。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毛身边的人配粮1个月减至15斤，肉蛋已经绝迹，没有石油。当时到了就连中南海内都普遍营养不良的状况，很多人得了水肿和肝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后来的日记中有写道：闲得两脚已经有了水肿，想办法买了点黄豆，他又舍不得吃，都炒熟后给孩子做菜了。这时他倒愿意我随毛外出，这样我的那份定量生活供应品就可以省出来留给孩子们吃。毛自然不受配粮的限制，大家也尽力使他不受影响，但他还是知道了困难时期物资紧张的艰苦。毛每天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跟他呐喊着真相。有一次我告诉毛，现在浮肿病和肝炎病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毛嗤之以鼻说，这都是你们医生闲下来没有事情干找事干。作为养尊处优的洪朝皇帝，毛当然体会不到当时的平常老百姓饿肚子的感觉。中国大陆3年大饥荒时期，老百姓都因树皮和草根的短缺而发疯，饿殍遍野。在当时，寻常百姓每月人均11至13元生活费已经很不错了，但根据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的一份图片资料显示，1961年7月，毛泽东1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0元左右，除了伙食费外，还有大约86元水果费。按此计算，毛当时1个月的伙食费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伙食费。在那个饿殍遍地的大饥荒年代，毛还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有一份1961年4月26日为毛制定的菜谱，就包括7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光是鸡就14种，牛羊肉菜10多种。不知道是毛亲眼所见身边挨饿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因为吃多了红烧肉需要开始减肥，有一段时间他竟然开始停止吃肉。曾经爱吃熊掌的他，竟然拒绝了进贡来的老虎肉和鹿肉，吩咐手下把这些肉给食堂，让营养不良的中南海工作人员补补身体。而这应该算是伟大领袖为自己亲手导致的大饥荒做出的最大让步。即使是这样，也不代表他的餐桌上只剩下粗茶淡饭。实际上，在他不吃肉期间，并未出现营养不足的现象。他可以吃到花样繁多，用猪油烹制的各种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虾、野味等其本人并不反对的肉食品，偶尔还吃了红烧肉和肉包子。所以高调地宣传自己不吃肉，只是为了塑造自己与民同甘共苦的形象罢了。毛泽东不吃肉的让步，除了让不明真相的饿殍们莫名其妙的感动以外，并不能使被破坏的农业得到丝毫的改善。且不说各地浮肿病和饿死人数的报告被不断地送到中南海深宫内毛的案头，就连毛身边警卫的家人都在因饥饿而抱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与中央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隔阂，征粮工作并不能很好的开展下去，这就导致继中国各地农村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之后，各地城市甚至是北京城里都面临着出现大量浮肿病人的危机。于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提议下，毛泽东同意召集全国各地县一级的官员到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这无疑是挽留中共统治地位的一场大会。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
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中央的责任，刘少奇在随后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3分天灾7分人祸。他还非常隐晦地质疑了毛在之前倡导的三面红旗，这无疑是对毛的当头棒喝，对于非常记仇的毛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但面对质疑声，毛不得不退居二线，把主要事务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7000人大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时期，各地饿死人的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善，但是毛心里对刘少奇的仇却丝毫没有减轻。一场即将席卷而来的风暴在等待着刘少奇。在毛刚开始掀起1966年的那场文革风暴的时候，刘少奇还是毛忠实的支持者。他声称，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100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但文革的巨浪还是不可避免地打到了自己的头上。1966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最大的死敌。于是对刘少奇的批斗接踵而来。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揪斗刘少奇大会。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3场批斗大会。在中南海的批斗大会上，刘少奇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称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但红卫兵们一把夺过宪法，狠狠地抽了他几个嘴巴。批斗大会上分别批斗了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刘少奇被隔离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不得与家人相见，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刘少奇与其他中共党内的受害者一样，在中共长期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通常一开始都是迫害者，后来才成为受害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曾为最后迫害他们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县的探子冲，这里距离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冲不到30公里远。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刘后来的政治生涯也与他的老乡毛泽东紧密相连。1922年夏，刘自苏联学习归国后辗转回到湖南，在长沙会见了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这是他与毛的初次见面。经长谈后，刘当即被任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刘少奇就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在文革中，刘少奇被冠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名打倒，但在此之前，他也是那段罪恶历史的推波助澜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彭德怀和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无论对于中共建政第一任国防部长、10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还是建政之前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和原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刘少奇都曾经狠整过他们。刘少奇在1962年初曾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称彭德怀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余孽，因此绝不能为彭德怀平反。而高岗则在1950年代初就和刘少奇意见不合。即便是刘后来表示反对的大跃进，他在开始时也曾积极拥护，而且是踊跃的执行者，甚至也是幕后的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他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至于最后置他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网上曾流传过一张1966年8月毛与中共高层在天安门上的照片，照片中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手中都挥舞着一本红宝书，唯独刘少奇没有。这似乎显示了刘少奇对文革的不满，但是作为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之一，他对于这场浩劫也投了赞成票。所以他虽然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但他对文革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关于这一点，
就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曾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刘少奇作为毛曾经在政治斗争中倚重的政治盟友，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从毛最信任的接班人变成了毛最大的敌人。而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他不仅是一个受害者，也是其中重要的推手，是他一手将自己推向深渊。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特别是韦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少数几个人一手垄断。当然，他们都是根据毛的指示办事的。而后，他们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对刘少奇一系列疯狂的狠整行动。1967年6月8日夜，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这位厨师长期为刘少奇做饭，了解他的饮食习惯，被抓后对刘少奇的生活影响很大。12月8日，专为中央领导供应食品的特供处贴出大字报造反，停止向刘少奇供应食品。内部食品供应取消后，刘少奇的伙食又差了许多，从之前的3菜一汤变成1菜1汤，而且菜单经常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就更不要说之前日用的酸牛奶、水果、饼干等食品，现在统统都没有。工作人员提出，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1968年3月，刘少奇仅剩的一位炊事员也被撤走，导致无人为刘做饭，只好由卫士到职工食堂买回来吃。但不久，食堂也造反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好菜为由，只卖给次菜，有时给窝窝头。刘少奇这时已70岁，嘴里只有7颗残留的牙，用假牙咀嚼很困难，所以有时只能吃一点菜和汤，经常吃不饱。这期间，拨给刘少奇的生活费用每月只有50元。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由于饮食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再加之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就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在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刘少奇长期以来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而这个习惯的来源是毛泽东，因为毛的习惯就是半夜工作，白天睡觉，所以他身边配合工作的官员都必须与他的习惯吻合。但自从刘被隔离后，就强令他白天活动，夜间睡觉，致使他长期睡眠不好，成天神思恍惚。此后，他几次突发神经性晕厥症。某日下午，刘少奇进卫生间洗澡，突然晕倒在地，清醒后身上疼痛，经医生检查，血压偏高，尿糖定性3个加号，腿脚有轻微浮肿，右胯骨关节痛。再后来因牙床发炎化脓，拔掉了2颗牙。这段时间，刘少奇一再出现病情，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经常要多次打电话给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荒唐的是，这些医生们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是先划清界限，批判一通，然后才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的病情明显加重，走路小步拖行，站立不稳，动作失常，如将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倒装，小便失禁等。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应记载，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2个月没有理发，他也不提理发。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2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
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是否是神经的毛病，当需请神经科大夫做一次检查。就是在这样严重病态的情况下，4月2日的病历上竟还写着这样的话：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性。就这样过了2个来月，到5、6月份还没有采取认真的治疗措施。刘少奇本人也看出他们不打算认真为他治病，对他们的这种不讲人道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据警卫局情况反映记载，6月30日晚上7点半，刘躺在床上大发脾气说：“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几天以后，刘少奇的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了几个医生组织会诊抢救。由于病情严重，经抢救仍控制不住，11日刘的病情继续恶化。面对尚未脱离危险期的刘少奇，从7月9日起，从几个医院抽调来的专家进行了7次会诊。专家们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进行抢救治疗。7月24日，刘少奇的病情才开始好转。而这次组织会诊抢救，目的是为了保存活证据。当时下达的指令是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9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在刘少奇的肺炎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就让参加会诊的专家陆续撤离，返回原单位。由于得不到有效医治，从8月至10月上旬，病情又反复发作了5次，支气管肺炎重复感染。9月7日，只得又请专家会诊。专家会诊后提出，患者年老，天气渐冷，反复感染，今冬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看了专家的报告后批示，请卞志强同志注意，加强会诊的工作。此后虽然加强了会诊和护理，但刘少奇的病情并未好转。基于拖过9大留个活靶子的指导思想，治疗中只针对肺炎，顺带控制糖尿病，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1968年春夏以后，刘少奇一直处于重病的痛苦之中。刘少奇的女儿刘萍萍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说，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食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2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2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2个小葫芦。在留存下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中，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载：1968年11月7日，今日突然发抖，呼吸急促，面色苍白，两目凝视，呕吐，体温高达40度，血压260/130，大汗淋漓。1968年11月9日，上午9点50分开始突然发抖，呼吸急促，下午1时半再次发抖，40度，呕吐。1969年1月14日，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不能自行咀嚼吞咽，一直鼻饲、翻身，大小便不能自理，离不开吸痰器。1969年7月5日，高烧38度，容易休克，心力衰竭，预后不良，可能随时死亡。1969年8月16日，可能随时突然死亡。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押送河南开封监护。当时刘少奇处于可能随时突然死亡的重病中，在他被转移到开封后仅26天即含冤去世。将刘少奇转移到开封，倒并不是专门针对他一个人的举措。1969年10月，当时的中苏爆发核危机，毛做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全军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备战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决定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重要干部疏散出北京，
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如朱德去广东，邓小平、陈云去江西，陶铸去安徽，陈毅去河北，刘少奇则被安排送往河南省开封。10月17日晚，北京的护理人员匆匆忙忙给刘少奇穿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未穿，只用一条被子裹在身上，就将他抬上一辆救护车，送往北京西郊机场。19时23分，刘少奇在2名专案组人员的押送下，被用担架抬上一架伊尔14型飞机飞往开封。飞机在开封机场降落后，刘少奇被抬到救护车上，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委会1号楼小天井院。在唯一的对外通道小院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2道警戒线，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在刘少奇被送到开封的第2天，负责一路押送的专案组副组长主持有关人员开会，进行动员和交代任务。他还组织监护工作人员开展了所谓阶级教育和保密教育，规定不许对外界任何人讲，不能叫刘少奇的名字，只称代号案犯。从北京跟去的一位医生在开封只住了1晚，第2天就返回北京。11月6日，其他2名护士、原卫士长以及2名专案组人员全部奉命回京，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当地负责。刘少奇被送到开封时处于昏迷状态。据当时参加护理的人回忆，刘少奇被转到监护地点后，整天躺在床上昏睡，醒来时睁眼看看周围，不言不语，不说不笑，头部少有转动，偶尔有时出长气，有时咳嗽，面部始终无任何表情，身体十分消瘦，皮包骨头，不能自进饮食，靠鼻饲维持生命，手里紧紧握住一个小葫芦。当地调来的医生曾提出肺炎病怎么会昏迷的疑问，要求给刘少奇进行透视、拍片和会诊，但没有得到同意。在开封的20多天中，刘少奇3次病情发作，最后一次发病后死亡。第一次是在10月24日，这天刘少奇的体温突然增至 39.3 摄氏度，呕吐剧烈。开封的医生在诊断后提议组织会诊抢救，但最后只是就地采取注射抗菌素、输液、吸氧和冷敷等措施，至27日体温下降。可就在24日这天，当时河南省主要负责人却向中央电话报告说，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无异常变化。10月31日，刘少奇的病情再度恶化，体温升至 39.4 摄氏度，复涨。监护人员诊断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疗。可正当刘少奇的病情需要各方共同协助检查治疗时，从北京去的人员却于11月6日全部撤回。专案组人员回京后，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掩盖了刘少奇病危和开封治疗条件差的情况，向上反映一切正常。11月10日，刘少奇又发高烧，体温从 38.7 度升至39度。由于没有会诊，当地医护人员只得仍按肺炎治疗。12日凌晨1时许，病情急剧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仍未改变，体温达 39.7 度，双眼瞳孔对光反应消失，呼吸渐弱。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直到6时38分才通知其他几个医护人员来抢救。6时42分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是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11月13日上午，刘少奇专案组2名专员再次奉命来到开封处理后事，但没有通知刘少奇的任何一个亲属。11月14日0点，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他的家属子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和下落一无所知，一直到林彪事件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3年前去世。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死时遗体被火化时用的还不是自己的真名，而是化名刘卫煌。根据刘少奇的最后病历，他死于急性肺炎的高烧，而肺炎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难治的病，但是医务人员要求转院和给一些先进的药物，却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的批准。
那只能理解为毛显然并不愿意他再活下去。作为一个国家主席的遭遇尚且如此不堪，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被打倒的普通人，他们的遭遇又会是多么意想不到的悲惨。